学习成长。就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学习的环境，那这个师生互动的以学生为中心，才能够彻底能让个案的教育教学的效果能够实践出来。那因为个案教学跟一般讲课最大不一样，就是互动性要提升，师生互动性要提升，所以在这个课堂里面就会设计了所谓的互动式教学的5个，包括回馈、双向交谈、有回应的对话跟教师的独白。然后在学生学习的循环也分为这个6个学习循环，那在18堂课里面大概可以走到4到5个个案。好，在 PowerPoint 的第143页这边有讲到，可以来论述说为什么这个个案比较能够达成这个个案教学真正的教育教学的目标的第2大点，就是文献探讨讲到一个个案的教育教学一个目标。刘长勇先生指出来说，个案教学在管理教育中所呈现出来的学习特色包括必须要以真实具体的企业经营经验为教材，让学生能够更深刻地体验到企业问题的复杂性。第2个，要要求学生主动地发掘、分析、评断企业的经验与潜在的问题，以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那在右手边里面所看到，就是这个个案是怎么去实践出来的呢？它所对应出来的一个真实的情境脉络，就包含了访谈的3位台北爱乐的相关的利害关系人。那另外一个也透过20手刺激资料，包括传播次产业、电台产业的发展趋势。那利用到了动脑杂志2002年到2008年的次略性的报道，以及联合跟中国时报的电子资料库过去15年来对台北爱乐的相关的报道。那在过去这2000年到2008年，动脑杂志对于台湾广播产业的深度报道的内容，大概可以 summary 以下的重点。第一个，2003年，他所强调是，就发现这个电台产业是跟景气的波动是相当的密切的循环。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呢，广播的广告营收呢摆脱了下滑的命运，因为那时候台湾的景气稍微有点回升，那电台产业能够成长的3大原因是景气的复苏、跟植入性行销的盛行、跟活动的举办。那在台北爱乐电台来讲的话，它比较强调就是所谓的活动的举办跟企业之间的一个资源的互动、互补、互惠的动作。在2004年动脑杂志对于台湾广播电台产业的趋势观察里面，它归纳出2个重点。第一个，所谓类型电台的营收异军的突起，也就是过去所谓的综合型的电台的营收持续的下降，反而是所谓的类型的电台，比方说专门就是做新闻的，或者专门是做音乐的，那音乐又可分成流行音乐的跟古典音乐的，这样的类型电台被台湾的听众越来越能够接受。那台北爱乐电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它专门是做古典音乐的一个类型的电台。那为什么类型电台能够在台湾的传播产业里面能够异军突起呢？就是除了广播的竞争激烈，那必须要朝向差异化的发展以外，广告主的预算呢也开始往区域的电台集中化，也是一个趋势。第2个是电台抢钱花招百出，那广播公关化的风潮已经兴起。那这是2004年动脑杂志对于台湾广播电台的一个趋势的观察。2005年，动脑杂志对于台湾的广播电台产业的观察是多放音乐，少说话，广播会更加的一个赚钱。那这个状况其实在过去10几年来的台北爱乐电台就走在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的先端，就是在2000年之前呢，他们的台长所要求，夏迪台长所要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他是走在一个 CEO 的 vision 上面，是走在趋势的前面。那再来是过去几年来，增加音乐节目的比重成了电台提升收听率的特效药。所以发现说，在这个个案这个发展方向，能够让学生能够学习到说，这个 CEO 的 vision 是相当重要。当 CEO 的 vision 是正确的时候呢，最后的市场的潮流会验证CEO 的 vision。2006年呢，动脑杂志的观察是受到了一个景气的一个衰退的现象了，广播电台的营收呈现了下滑的衰退的趋势，但是在专案跟活动的比例提升，让少数的广播公司反而能够逆势成长。所以在二手文献里面也发现说，在台北爱乐电台在创台之前呢，夏迪的台长呢，就非常在一开始所建台的过程里面就非常强调所谓的专案的计划他不会只单靠所谓的广告的收入，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跟企业主之间的一个节目赞助的这样的商业模式的一个创构。2007年广播营收南北不同调。
在149页这边，2004年呢，广播媒体受到景气的波及，所以我发现说，其实传播产业是非常跟景气息息相关的。那也发现说，当一个电台只靠以广告为营业收入的话，就很容易受到景气的波动。那台北爱乐电台为什么能够创造出比较超水准的财务报酬呢？其实很大的关键就是因为它不是只靠广告营收，它也非常重视包括了古典音乐资料库的这样的新产品的开发。好，所以开始走向服务业这样子的方式。另外一个走向企业赞助之间，好，比方说像广达音乐餐盒这样子的，或是建华银行相关的这些音乐的这相关的报道，好，都是他们非常强调说，不能只单靠广告为收入。所以能够逆势成长的，就是要依赖活动跟专案的配合。那这在台北爱乐的电台的个案里面呢，学生就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动脑杂志对于广播电台产业这个观察的具体的内容应该是什么。2008年呢，如果景气受到金融风暴的一个冲击呢，广告营收大幅的下降，在150页这边。但2008年台湾广播广告的市场在景气不佳、媒体数位化的双重威胁下，表现却略有成长。那这部分在数位化里面呢，台北爱乐电台一个很特色就是他们在一创台的时候就非常强调数位化的建构。厂商分析是背后是相看着商业模式的层次的这个台北爱乐电台的厂商分析。那我们就一一来看第一个是 B&1 的部分，Who do we serve？ 那在这个个案里面呢，他所问到的问题就是在156页这边，台北爱乐电台的目标课程为何？好的课程为何？那在动脑杂志这边的报道里面，他讲到说，年年逆势成长的台北爱乐电台掌握住节目的特殊属性。主攻25到59岁师资级所谓老师、医师跟会计师的高消费力的族群。然后在157页这个图表里面呢，我们也找到 EICP 的一个调查，在把所有的台湾的相关的类型电台，包括中广 FM、爱乐联播网、大众联播网、Kiss Radio、亚洲联播网跟台北之音跟 Best 好事联播网跟宝岛新生 Super 台湾这边，那我们把2003年跟2008资料当作 spreadsheet， 让学生也能够在做量化资料里面进行分析。好，那我们稍微把它分成是3万元以下跟3万元到6万元以上的消费者的课程让学生来观察到。不过在这个资料里面看到说，在一开始2003年的时候，的确爱乐电台的这个3万元以上的消费者的课程是比较多，但是目前有一个危机，就是在2007年跟2008年呢，似乎这个3万元以上的课程的比例开始有点下降。那这部分呢，就是在策略的一个成长策略的时候，就可以让比较细心的学生去发掘到在量化资料里面有哪些是台北爱乐电台本身要注意到的一个危险，就必须要去在策略上进行调整，否则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他所谓说他们主攻25到59岁的高消费力的族群。好，再来是Q1 的台北爱乐电台的目标课程为何呢？这个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如下：台北爱乐电台总经理夏迪表示，由于电台锁定的听众的诉求对象都是社会中金字塔上半部的消费族群，因此特意选用高学历、高音乐素养的员工，设计出来的节目安排才能够让电台犀利的切入市场，紧紧抓住目标听众的耳朵。好，那因此虽然这样子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可以让电台操作的更加的顺畅，员工也能够快速吸收。好，那就是说，如果你让学生可以做一个管理的概念的连结，如果你诉诸是高消费力的族群，那在厂商内部的能力建构需要，可能就是所谓的在台北爱乐电台的个案里面看到，他们就是刻意使用高比例的高学历跟高音乐素养的员工，才能够达到你的策略性目标，也才能够满足你的目标课程。那另外一个是在相关的新闻报道里面，它